结婚当天，未婚夫搂着他的小助理上台，当众逼我给他让位。唐月，婉婉的假千金身份曝光，被金圈太子爷退婚，我不娶她，她就要被亲生父母逼着嫁给老头了。行啊，那我就不随份子钱了。你不生气就好。你陪我创业5年，什么苦都吃过。婉婉不一样，她当惯了千金，受不得我。这场婚礼给她，季太太的位置还是你的，明天我就给你领证。站住！怎么，后悔了？真让我随份子钱？唐月，别说气话。婉婉临时上场，很多东西都没准备好，你先把婚纱脱下来给她。婉婉身形和你差不多，仪式马上开始，来不及重新调别的婚纱了。季宇川，你脸皮怎么就这么厚呢？不过是一件婚纱，你陪我创业5年，什么苦都吃过，别在这种时候闹。又是这句话，我都快听出茧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能吃苦，你就给我吃不完的苦。唐月姐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穿别的也可以的。你也配？宇川哥哥，我还是走吧，我就嫁给那个糟老头子吧。这只能怪我命不好。今天谁也逼不了你。唐月，把婚纱换下来。捡我穿剩的婚纱，不算委屈她这个千金大小姐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会补偿你。行，那你记得补双份。什么双份？婚礼让他，婚纱也让。我一口气让2样，你还想赖账，只给我1份补偿？宇川哥哥，我是不是太任性了？以前他顶着叶家千金身份空降公司，搞砸合同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撒娇。那时候季宇川还嫌他烦，现在倒哄得挺顺手。给他吧。唐月姐，谢谢你。动作还挺快。叶小姐，您慢一点，别吸气太狠，后腰我就不给您扣太紧了。是啊，你刚怀孕3个月，勒着了可不行。怀孕3个月，3个月前试婚纱那天，他中途离开了2个小时。现在想想，我也挺好骗的。原来那天他一边陪我试婚纱，一边让别的女人怀上了孩子。动作挺快，看样子不是临时起意，是早就安排好。婚礼演给我看就算了，公司权限也演给我看。你动我公司权限？你现在情绪不稳，不适合再管公司的事。公司从无到有，是我陪着你一点点做起来的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我不适合。品牌部那边我已经让婉婉先顶着，她脑子灵，学得也快，还有海归身份，公司这边也挺看好她的资历。你毕竟只是国内一个普通一本大学，很难服众。我真是开了眼，婚礼给他，职位给他，现在还顺手踩我学历。所以你是打算让我回家当全职太太？你本来也不用这么拼，以后你安心待家里就好，我养得起你。懂了。外面你要一个海归又会生孩子的，家里再放一个能吃苦会闭嘴的，你这配置还挺齐全呀。唐月姐，你知道了，我只是暂时帮宇川哥哥分担一点工作，毕竟你马上就是季太太了，以后在家享福就好，何必再那么辛苦呢？我27，在他嘴里倒像明天就能领退休金了，而且他明明跟我一个年纪啊，装什么呢？谢谢提醒，你这年纪轻轻的，说话已经一股大婆味了，确实挺适合提前进入家庭。还有啊，唐月姐，你之前不是一直催宇川哥哥准备婚房吗？他说公司刚上市，很多事儿都要花钱，得再等等。不过你别生气，他前阵子已经替我把房子收拾好了，就在云栖湾。等我们结婚了，就云栖湾这里。
云栖湾那套房他先住着，你别跟他争。他从小住惯了大房子，现在突然落差太大，不习惯。好一句从小住惯了。也是，在他们眼里，她是叶家养大的千金，我只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行，孕妇优先，你还挺会照顾人。厉总，司仪那边问诗词卡要不要换成新的版本，原来给连总准备的那份。原来给我准备的那份，怎么？下去。我却忽然明白了，诗词卡准备了2份。我要是当场翻脸，他就顺了我的意；我要是妥协，他就把叶婉婉抬上来。原来今天这场换新娘从来不是临时起意，是他们早就计划好了。别看了，明天一早我去接你，我们直接去领证。原来人在彻底去向之后，真的会变得很平静。以前我总觉得他稳重、可靠、有担当，现在再看，也就这样。让我进去，我们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我知道今天委屈你了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没有越界。今天婚礼仪式上我都没亲她。她真会装，没有越界。那叶婉婉是怎么怀孕的？难道她体质特殊，牵一下小手就怀孕？所以呢，你大半夜来找我，就是为了再跟我说一遍你有多为难？明天一早我来接你，我们直接去领证。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最后肯跟我领证，我就该感恩戴德？玉川哥哥，我肚子有点疼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都快听腻了。你跟他说别再闹脾气了，女人到了这一步，最重要的是识相。婉婉再怎么样也是叶家养大的姑娘，见识和教养都在那儿，她现在落了难，帮一把也是应该的。至于唐月，一个从孤儿院出来的女孩子，能走到今天不容易，你肯给她名分，已经是念旧情了，她该知。我都快被这套话术听麻了。他总爱拿我孤儿院的出身来贬低，所以3年前叶家的人找到我，问我要不要回去时，我确实心动了。可我打听到叶家跟那个传闻里眼高于顶的金圈太子爷有联姻，我拒绝了。季宇川的事业正在起步期，我不想让他分手。那时我一心认定了季宇川，故意让 AI 给我生成了几张丑照自拍，发给金圈太子爷，想把他吓退。满街都要办法救时候，让我放开你！说完了吗？说完你可以走了。唐月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是不是觉得我除了嫁给你，就真的没别的路？你该知道，现在除了我，没人能给你更好的选择。行，这话我记住了。滚吧！明天早上9点，我接你去领证。有一点，还真巧。一个要接我去领证，一个要接我回叶家。都过了3年了，这堂堂金圈太子爷还挺记仇。怎么，秦少是怕我货不对谈？真行，看来明天民政局门口会很热闹，摆摊卖烤肠估计都能大赚一笔。唐月姐，我能跟你聊聊吗？哦，不能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我真的没想跟你争，我只是个想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的可怜女人。叶婉婉，你说这话自己想不想笑？你不去拿奥斯卡都屈才了。连朗月，你既然只是个孤儿，就别总想着和我比。我就算是个假千金，也在叶家这个顶级豪门待了20多年，享尽了荣华富贵。很好，看来当年叶家把他保护得太好，他果然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有的是背景和手段对付你，所以才会这么理直气壮的拿叶家压我这个真千金。我懒得再陪你演了，赶紧滚！唐月姐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故意跟来的，我只是因为刚怀孕，身体太虚弱。你还挺贴心，领个证都拖家带口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季总魅力大。唐月，昨天的事到此为止，等领完证，一切都不会变。季总，品牌部那边又在催了，王总说叶小姐改的版本根本不能发，客户那边勃然大怒，说不认她，只认连总。等我回公司再说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你今天挺忙的，一边领证，一边哄孕妇，一边救公司，时间管理确实比一般人强。品牌方向本来就该更新，我只是想让公司更国际化一点。你先把中文方案做明白了，再谈国际化吧。玉川哥哥，别怕，进去吧，别耽误时间。清泉太子爷秦燕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大小姐，入户资料已经准备好了，叶先生和夫人正在里面等您。另外，您和秦先生的结婚登记手续也可以一并办理。唐月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今天是来跟你领证的吧？你说什么？大小姐，按叶先生的意思，今天先给您办入户，再和秦先生办理结婚登记。大小姐？什么大小姐？叶婉婉，你用别人的身份用久了，还真把自己用进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唐月，阿姨，你叫她什么？3年前我们找回来的亲生女儿一直都是唐月，你和叶家从来没有血缘关系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你顶着我的位置活了这么多年，活得挺投入啊。前一天还拿叶家的身份踩我，说我一个孤儿不配跟你比，今天连自己姓什么都快忘了。所以3年前叶家找回的人是你？对，是我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我不是孤儿，让你婚礼抢得更安心一点，还是告诉你我有叶家这层身份，你就不敢把婚礼、公司和婚房一起送给叶婉婉了？唐月，我不是。你不是什么？不是把我当退路，不是觉得我没家没靠山，所以不管你怎么折腾，最后我都只能认命。就算他是真千金又怎么样？是他自己不肯回叶家的。他3年前就知道真相，是他自己不要的。他嫌麻烦，嫌规矩多，宁可守着你那个破公司，也不肯回去做叶家大小姐。所以我有什么错？他自己不要的东西，凭什么现在又回来抢？他说的是真的？对，是真的。那时候叶家要我回去联姻，我没答应，因为我觉得你值得。怎么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？唐月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我放弃过什么，还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恶心？季西川，你最该庆幸的是，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，否则你今天连站在这儿看我领证的资格都没有。季总现在知道了，也不算晚，至少还能亲眼看着他选别人。唐月，有事说事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我是真千金，好让你知道自己抢婚抢错人了，还是告诉你我3年前就有别的路，是我自己没走？所以
3年前你不回叶家，真的是为了我？对，那时候你公司刚起步，我以为陪你熬会有结果。唐月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我放弃过什么，还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恶心？罪该雨川，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，否则你今天连站在这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唐月，我可以补偿你。又补偿？婚礼你说补偿，婚纱你说补偿，你是不是觉得钱和位置能买回一切？那你现在打算补什么？把婚礼从叶婉婉那儿抢回来，再办一场，还是把云栖湾腾出来，给我住2手婚房？季雨川，你到现在都没明白，我不是输给了叶婉婉，我是输给了自己以前眼瞎。唐月，我后悔了。后悔这种东西来得太晚就不值钱了。我也不知道那个客户怎么这样，我只是说我们公司以后品牌方向会更国际化，他就直接起身走人了。那是连唐月跟了3年的大客户，你跟人家谈什么国际化？你连对方的痛点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宇川，你吼我，我也想好好接手啊，可是他们根本不认我，他们只说合作暂停，重新评估。散会，都给我出去！准备上岗了？没有，先看看。甜的，适合你这种今天心情看起来不错的人。你怎么看出来我心情不错？你今天骂人的频率降低了，说明状态稳定。秦总，你平时这么会观察人吗？只观察你。害羞了？你想的挺美，我脸皮厚得很，不会轻易害羞。即使今天又调了个客户，知道，明天还会调一个。你预测的？不是预测，是常识。把真正干活的人踢出去，留下一个靠身份和眼泪撑场面的，迟早会出事。离开记忆川，不仅不疼，居然只剩下轻松。放心吧，儿子，妈出马肯定帮你搞定了他。不过是个小丫头，再怎么样还能不给你妈我面子？你只是一个孤儿，还是应该识相一点，别总是惹事。我们家愿意给你名分，那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不然你以为就凭你的身份也能攀上我们家？唐月啊，阿姨来看看你，也能攀上我们家？唐月啊，阿姨来看看你，有事儿？阿姨这次来是想跟你道个歉，之前有些话阿姨说的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？阿姨，您那天可不是说重了，您那是把真心话都说出来了。唐月，阿姨那时候不知道你的身份。哦，所以您现在知道了，就来道歉了。所以您现在知道了，就来道歉了。其实阿姨一直都很喜欢你，宇川这次也是糊涂，婉婉那孩子又闹得凶，她一时没分清。一时没分清，婚礼让了，公司让了婚房，婚房让了，孩子都3个月了，这叫一时没分清。那您儿子这脑子还挺适合拿去泡水的。唐月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和宇川毕竟这多年的感情，现在事情闹成这样，你也不能真这么绝情吧？来了，我就知道，前面那些笑和道歉都只是铺垫，他真正想说的是这个。明明前2天他还高高在上的赏我名分，今天倒开始拿感情跟我讲情分了。
阿姨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婚礼上先绝情的人不是我？还有，你儿子现在不是挺忙吗？忙着哄孕妇，忙着救公司，忙着救公司，你跑来找我干什么？公司现在确实有点乱，你以前经手的那些项目别人接不上，宇川这几天连觉都没睡好。我想着你总归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，要不你回去帮帮他。原来兜了一大圈，在这儿等我呢。前脚把我踢出公司，后脚项目炸了，又想请我回去救火，真把我当万能插头了。回去帮他，怎么帮？继续给你儿子打工，然后看他一边用着我，一边跟叶婉婉过日子。阿姨，你们季家真是把便宜占得明明白白。唐月，你别后悔。后悔？我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以前没早点看清你们一家。这是我离开季氏后第一次参加正式会议，不知道这里的人会不会也像季家那样。今天全员到齐，我先给大家相互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负责统筹部门日常工作小李。你好，往后工作多多交流。这位是负责项目对接的小张。欢迎加入团队。这位是叶总，部门的项目主要负责人。你好。这位是小沈，就在你旁边，日常可以多请教交流。坐我这边别拘束，有问题随时说。这位是负责业务执行岗的小丁。你好。最后这位是负责数据整理的老王，大家彼此熟悉一下，多多指教。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没有季氏那种理所当然的压榨，有好奇，有谨慎，有试探，但至少有尊重。看来在这里工作，感觉好像还不错。好，那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，你留一下，其他人可以先出去了。你留一下，其他人可以先出去了。我之前听过你在季氏公司的消息，圈子里都说你能力很强，独自拿下了很多难缠的客户。我想让你先接一个小项目试手，就当练手，别有压力。今天心情一般。你现在还兼职看相？不是，你今天骂人时间比昨天长。昨天晚上继母来家里找我，想让我回去帮季玉川收拾烂摊子。不要脸了。你这评价还挺精准。实话而已。不过你处理的不错，没心软，值得表扬。秦总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员工在带？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当太太在带。这人现在一本正经撩人的本事越来越厉害了。真的彻夜难眠，心里又酸又堵，一夜之间仿佛弄丢了人生所有依靠。叶小姐，
要不要让公关那边再控一下节奏？不用，不用。他不是喜欢哭吗？让他继续哭，看看能不能把自己哭回叶家去。真没想到我也有这样的一天，以前哪里会开玩笑，大概是把烦心事都看淡了，人自然而然就轻松了。你先去忙吧，我要是有事再叫你。好的，叶小姐。唐月，唐月，我们谈谈。你最近是不是除了这句话不会别的了？你最近是不是除了这句话不会别的了？公司现在出了很多问题。哦，恭喜你，终于发现了。你以前经手的项目现在没人接得住，品牌部也乱了，客户那边……所以呢？你是来跟我汇报工作进展的？唐月，你回来吧，回季氏，品牌总监的位置还给你，云丘湾那套房如果你想要也给你。真好，现在终于轮到他谈条件了，只可惜太晚了。季一川，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我在意的是这些？不是吗？你陪我那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原来到了现在，他还是不懂。他以为我陪着他熬那5年是为了职位，为了房子，为了名分。可我当年如果真只图这些，我3年前就不会拒绝回叶家。我不会拒绝更大的平台、更稳的路，更不会拿自己去陪他赌。你错了，我以前图的是你，可惜你不配。哦，对了，你公司那些烂摊子慢慢收吧，毕竟我现在已经没义务替你擦屁股。叶总，季总今天去医院。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。也是，按照正常剧情，我是不是该唏嘘一下？按照正常剧情，我是不是该唏嘘一下，或者感慨一句报应？可我没有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到后面连评价都懒得给。不是原谅了，是彻底无关了。唐月，我来不是为了公司，我来不是为了公司，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你。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很可笑，可我还是想说，唐月，我后悔了。我这段时间每天都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没那样做，如果婚礼那天我没有换掉你，如果3年前我知道你为了我放弃过什么。可惜啊，这世上最不值钱的就是如果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想试试。唐月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他这个样子让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。唐月，你别走。那时候我真没走，我陪着他从头来过，陪着他熬过最难的那几年。可现在，我终于可以很平静地告诉自己，我不欠他了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你公司好也好，坏也好，都跟我没关系。
谈完了。哭了吗？你这句是固定话术。不是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需不需要我下去揍人。秦总，现在是法治社会。哦，那我收敛点。不是释然，更像是终于把压在身上很多年的旧包袱彻底扔掉了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适应"家"这个字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见这句话，我鼻子居然有一点发酸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我这命好像真的还不错。叶家大小姐，秦太太，是还不错。你现在接受身份挺快啊。证都领了，还不接受？那就慢慢算。很好奇，好奇你关注我的这3年，都看到了些什么？看你从小小的工作室起步，天天连轴转，忙到3餐不定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个姑娘倒是能吃苦。第2年，公司步入正轨，你成了人人信服的主心骨。我见过你帮员工解围，见过你为了守住合作底线直面难缠的客户。那时候开始，我欣赏你的风骨。第3年，我慢慢发现你对季无川掏心掏肺，可他却渐渐习以为常，甚至不懂珍惜。我不止一次想过出面提醒你，又怕贸然打扰，打乱你的生活。直到婚礼那天，消息传来，我一刻都等不了了。我不想再只做一个远远观望的路人。原来他一直都在。所以3年前那几张 AI 丑照，你一眼就看穿了？一眼看穿，也就叶婉婉会觉得几张修图就能掩盖一个人的本性。他从得知身世开始就一心算计，眼界和心性终究差得太远。我本就对他毫无好感，自然更不会被几张假照片蒙蔽。说起叶婉婉，3年前她在家大闹，闹到和叶家彻底生分，这些事儿你当时也知道？一清二楚。他贪心偏执，既想要叶家的富贵，又想要豪门婚约。得知你无意争抢，他才暂时安下心。他以为把你踩在脚下，就能永远坐稳叶家大小姐的位置。殊不知，谎言永远撑不起虚假的人生。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针对他，只是他自己困在了身份的执念里。人心不足，自有恶果，不必再为旁人费神。过去的苦，你已经吃够了，往后的日子，我陪你。别再来了，当初是你亲手推开他，如今皆是你咎由自取。错过他是你的损失，错过他是你的损失，离开你是他的心声。还有，叶婉婉涉嫌商业欺诈已被捕，做错的事总要偿还。从婚礼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像是输掉了全部。不是吗？现在回头看，好像一场梦。是你熬过了黑暗，终于等到了光。3年默默相望，一朝并肩相守，这样的结局很好。